结婚纪念日这天，我决定和老公离婚，只因我说了一句吃饭，别玩手机了。他瞬间暴怒，一脚踹翻了餐桌。过个屁的纪念日，你怎么那么做？蛋糕砸在地上的那一刻，奶油、草莓和承诺一起烂成了泥。后来我不做了，也不再管他的任何事。他却急了，就一件小事而已，你就非要抓住不放。是啊，小事而已。我笑了笑，把离婚协议推到他面前。所以离婚也很小，对吧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今天是我和陈燕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我去幼稚园接了女儿，顺道买了一大堆菜准备庆祝一下。饭做好，老公还没到家，我发了资讯，他也没回复，可能是工作忙吧，毕竟程序员加班是常有的事，我都习惯了，只是心里还是有点介意。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跟陈燕说好了，晚上让她早点回来，也不知道她听见没有。女儿饿了，我先给她盛了饭，又陪着做完幼稚园留下的手工作业。一看时间，已经晚上9点。我看了眼手机，没有资讯，也没有未接电话，索性给女儿洗完澡，把她哄睡。我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继续等着。晚上10点半，陈燕才到家。我扯起一抹笑，回来了，赶紧洗手吃饭吧。她没应，随手把脱了的袜子往地上一扔，窝进了沙发。我看了眼，想说什么又忍住了。菜都凉了，我只能又热了一遍。最后一个菜端出来的时候，我又喊了一遍吃饭。陈燕依旧窝沙发上刷她的手机，跟没听见一样。我只能提高声音，吃饭，别玩手机了。你催什么催？我听见了墨龙，他口气很冲，我也不高兴。刚想说2句，眼睛瞥见桌上的红酒，刚想发的火又按捺下去。他猛地拽开餐椅坐下，嘴里还在不依不饶，一天天干啥都要催。那饭不吃了又能咋地？今天结婚纪念日，我平静说道。谁知这句话像点燃了导火索。陈燕摔了手中的筷子，又一脚踢翻桌子。过个屁的纪念日，你怎么那么做？声音吵到在睡觉的女儿。她飞快地跑过来，伸开双手挡在我面前。不许你欺负我妈妈。我的眼泪忽然就落了下来。听见女儿的话，陈燕并没有收敛多少。我一天在外面辛辛苦苦上班，就为了养你们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我现在看到你都快烦死了，叫你吃饭也有错。我攥着围裙的手发颤。好，以后就算你饿死我也不管。你有意思吗？这磨屁大点事还威胁上我了，不就是做顿饭而已？你以为自己有多大的功劳？要不是我，你能过上在家享福的日子吗？真把自己当公主了是吧？他嘲讽道。我享福？家里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，哪样不是我？我气得身体颤抖。你嫁给谁不得干这些？别一天张嘴闭嘴就是你干了什么，那本来就是你们女人该干的。他一脸不耐烦。我不可置信地望着他，突然想起领证那天，他在我耳边坚定地说，我会把你宠成公主的。我摸着无名指上的戒痕，突然笑出了声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这样叫享福，那这个福还是留给他自己去享吧。我把女儿重新哄睡后，给朋友发了个资讯，他在外企上班，待遇丰厚。前一阵听说他们分公司招人，我就有点心动，只不过一直没下定决心。
毕竟我在家兼职1个月也有4、5千，还能照顾家里。现在看来，只要我不出去上班，陈燕会一直觉得是她在养我。朋友的资讯回得很快，直接帮我约好了第2天的面试。早上我没有做饭，送完女儿后就去面试。熟人介绍，再加上我这几年接的兼职也是这方面的，面试很顺利，当天就签订了入职合同。我给女儿找了托管，便正式开始上班。下班在外面吃过饭，再去接女儿回家。我跟陈燕陷入冷战。自从生了孩子以后，每次吵架都是这样，明明是她不对，看我生气哭，她都不哄不道歉，甚至冷暴力。只要我开口说话，她就当这个事就这磨过去了。我一追究，她说我翻旧账，然后再冷战几天。时间长了，我为了不让自己生气，只能安慰自己，结婚了都这样。可是这次我不想在这磨轻易翻篇。我不做饭，他就每天下班点外卖。他加班，我不再催他回家。他通宵打游戏，我安静地睡客房。连他带女同事双排上分到凌晨，我都只是关紧房门当没看见。连续半个月我都不再管他的任何事。他先忍不住了。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屋里桌子上摆着肯德基全家桶和一束花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看见我回来，下巴点了下，朝我示意道：“这下满意了吧？我不就是没陪你过结婚纪念日而已，你至于那么大的气性吗？你也歇了这么多天了，明天早点去买菜。我想吃红烧肉了，再去做个香辣虾。”说到最后，他理直气壮吩咐道。我没吭声，把女儿带进房间，给她放了动画片后关上门。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以为已经给了我台阶，我就该见好就收，没想到我油盐不进。他暴躁道：“你聋了吗？不知道吭个声。”我冷笑：“我跟你学的啊。”原来他也知道这样很让人生气。每次我跟他说什么，他不吭声，喊他干点什么更是喊到我发脾气。他还说：“你情绪怎么那么不稳定，动不动就生气，明明是他把我逼成这样，到头来全是我的问题。”现在我也学他不吭声，这才几次他就受不了了。可我忍受了3年，你有完没完？一天净计较这些针尖大的小事。是啊，在他看来这都是小事，可针尖扎人才更疼。好，你不做饭有的是人做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以后休想我给你生活费。他猛地抓起桌上的全家桶和花束砸到地上，摔门而去。显然他已经全然忘记，从我开始接兼职，他给我的生活费都是时有时无，想起来了给个2、3千，想不起来几个月都不给一次。我又为了那可怜的自尊心，不好意思问他要钱。刚结婚的时候，他每月都会准时给我5千家用，给他父母寄3千养老，自己只留1000块零花，余下的全部用来还房贷。那时虽不宽裕，却让人觉得踏实。后来他工资越来越高，上交给我的钱却越给越少。他说要拿去买理财，我不是没跟他谈过，可每次他说我都为你留在这个城市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陈燕老家在另一个省，大学毕业后，我们也为此闹过分手。他父母想他回去上班，而我家是本地的，要让我离开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，我还是不那么情愿。再加上我父母的强烈反对，最后是陈燕妥协了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洗衣服做饭都是他干，孩子出生后，新手父母手忙脚乱的，他就把婆婆叫过来帮忙。可婆婆待了没几天，要么说自己不敢出去买菜，要么说家里的东西不会用，还偷偷给孩子喂糖水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跟陈燕说让她回去。我一直以为她是爱我的，
却忘了爱也是可以随时间流逝。发现不对的时候是2年前，陈燕从之前的回家会帮忙干家务，变成了每天早出晚归，甚至周末都不在家待。可当我特意去公司给她送饭时，却没在公司见到她。后来她跟我解释，说公司裁员严重，一个个都很卷，天天下班累得要死，根本不想动，就在车里打了会游戏。我心疼她，尽可能的把家里的事都干了，让她没有后顾之忧。可直到昨天我才发现，我做的太多，关心的太多，会让她觉得理所当然。家里的活我也不做了，她故意把脏衣服臭袜子全都堆到沙发上，我也视而不见。屋子里散发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臭味，她在等着我妥协，等着我看不过眼会主动收拾。不过这次她猜错了，我怕影响到孩子，把她送去了我妈家。对于我一个人回家，陈燕毫不在意，连问都没问过一句，反而转头把她爸妈接过来。我爸妈听说你没空做饭，过来照顾我们，她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一句，而后自然而然地吩咐道：你闲着没事，明天带我妈去检查下身体，今天我们就先出去吃，去外面吃多费钱，我跟你爸随便吃点就行了。我知道我儿子赚钱不容易，咋舍得花这个钱？婆婆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一直往我身上瞄，我心里的火气蹭蹭往上冒。陈燕每个月固定给婆婆打钱，就这样婆婆还隔3差5打电话过来哭穷，让我们给买东西，更别提生病人情往来这些，每一笔她都拿小本子记得清清楚楚，让我们悬。陈燕倒是很吃这套，她感动不已，同时看我更是没好气。我妈说她过来给我们做饭，还是按之前的算，每个月我们各交5000块钱生活费，买菜啥的你周末一次性买齐，其他就不用你管了。她这话说的好像我占了天大的便宜，我气笑了。她是真的知道怎么给她妈搂钱。没钱，我一口回绝。婆婆过来照顾月子的时候，我确实说过1个月给5000块，可就算我给了钱，最后照顾月子的依旧是我妈。她怒了，我妈辛苦做饭，你凭什么不给钱？不就是做个饭而已，你以为有多大功劳？我原话奉还，你。她气得脸色铁青，指着我半晌憋出一句，那家里的家务你干，菜你买，你看看家里这2天乱成什么样了。我不吃，她不用做我的，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同样都在上班，你为什么不能收拾？我反问道。她一个男人干什么家务？见陈燕吃瘪，婆婆坐不住了，不是我说你，我儿子在外面忙活1天了，连个饭都吃不到嘴里，你这个当媳妇的也太失职了。他是手断了还是腿断了？自己不能做饭？我毫不客气对道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儿子让你们住上这么好的房子，伺候你男人本来就是你该做的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？这个房子可也有我的一半，至于我该做什么，也轮不到你来教。我提着收拾好的行李，转身就走，走了你就别回来。不知道跟谁学的，赚钱不行，脾气倒是带得很。陈燕在后面嚷道，那明轩转户口的事怎么办？他下学期可要上小学了。婆婆焦急说道。放心吧，我侄儿，我能不上心吗？明天我就请假去把他户口落到我家户口本上，耽误不了他上学。陈燕提高了声音，故意说给我听。我停住，转过身看着他。呵，我就说他们怎么会无缘无故过来，原来是看上这套学区房。你不是要走吗？怎么不走了？他扬起下巴，等着我服软。我盯着他，把考虑了很久的话说出来。陈燕，我们离婚吧。他愣住了。婆婆先嚷了起来，真是大小姐脾气，这么点小事就要离婚。
也不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。我反手一巴掌扇到陈燕脸上。你应该庆幸我爸妈教得太好，所以我才说不出这种没素质的话，也不像有些人那么没脸没皮。你说谁没素质？谁没脸没皮？我看你是一点家教也没有，敢跟老人这么说话，谁认得？我说谁？我翻了个白眼。老天爷啊，我不活了！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拉着陈燕的衣角哭。当初我就说不要娶外地的，你非不听。你看现在，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要被你媳妇指着骂。她哭得喘不上来气，一副虚弱无比的样子。陈燕捂着脸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厉声呵斥：你怎么能骂人？你的教养都到哪去了？赶紧跟我妈道歉。陈燕，我发现你现在不光耳聋还眼瞎，夫妻一场，建议你去挂个五官科看看。我捏紧手中的行李，不无嘲讽地说道，每次你妈说我的时候，你都装聋作哑。你说我们1年就回去那么1、2次让我忍忍，我为了你忍了这么多年，换来的是你们的得寸进尺。你每个月给你爸妈打1万块钱我莫说，生病照顾我也莫说，可你不该让你们家人来占我女儿的学区房，你让她上学怎么办？说到最后，我声音哽咽，带着哭腔，我养大的儿子，他孝敬我天经地义。婆婆突然止住哭声，嗓门一下子拔高了8度。你一个外姓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？一个丫头片子随便找个学校上就行了，长大还不是要嫁出去的，花那冤枉钱干啥？妈，你别说了。陈燕自知理亏，把他妈推进卧室，又对着我解释道，圆圆还有2年才上小学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吗？再说了，现在孩子少，说不定到时候就不限制名额了。说到底，在你心里，你们陈家的事永远比我和圆圆重要。我再也压抑不住怒火，声音颤抖着质问道，不就是因为圆圆是个女孩吗？这些年，婆婆明里暗里不知提过多少次，非要我们再生个儿子。得知我们不准备要2胎后，就总是暗示让我们对她弟弟的孩子明轩好一点，以后养老就靠他了。显然，陈燕已经被洗脑成功。不用了，我们离婚。你要拿房子的话，就给我转1半的房款，我带着女儿搬出去。这套房子是我和陈燕各掏了1半积蓄买的，当初咬牙凑首付的时候，就是冲着社区对口的重点实验小学。现在他商量都不跟我商量，直接把他侄儿的户口转来，一点也不顾及自己女儿过2年也要上小学。我在女儿幼稚园附近租了间小公寓，当天就带着简单的行李搬了进去。陈燕全程冷眼旁观，连句挽留的话都没有。倒是婆婆脸上掩不住的喜色，仿佛终于盼到了这一天。我去搬最后一次东西的时候，她正打电话叫她小儿子一家过来。这大城市就是不一样，以后啊，咱们一家住到一起，开开心心的。明轩上学也不用发愁了。他看见我，故意显摆道，有些人就是有福不会享，我儿子离了还能找个18的，再生个大胖孙子，到时候啊，我给他们带孩子。我停住，转身，怎么，后悔了？婆婆轻蔑一笑，想不离婚也行，这个户口呢，我也可以不让明轩转。不过，她话锋一转，你要补偿我们1套房子，不用太好的，就在你们隔壁买1套就行。她大言不惭地说道。陈燕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刚想说什么，被婆婆一句话打断，你弟弟为了你连大学都没上，这么多年家里都是他在照顾，明轩可再不能耽误了。我们老陈家就这么一个孙子。对，你要同意我妈说的，我就当没这回事。陈燕瞬间被说服，摆出一副她大度原谅我的表情。我嗤笑一声，
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要房子的话，记得把另一半的房款提前准备好。另外，协议没石磨问题的话，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登记，毕竟还要等1个月呢。就这么点小事而已，你就非要离婚？陈燕难以置信。是啊，小事而已。我笑了笑，把离婚协议推到他面前。所以离婚也很小，对吧？说完，我毫不留恋转身离开这个我经营了5年的家。我爸妈得知我要离婚，只说我自己考虑清楚就行。我妈本来还有2年才退休，她想提前去办下来，说要帮我带孩子。我拒绝了，告诉她我找了托管，他们放心不下，每天下班帮我接孩子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更加放心了，没了后顾之忧。我一心扑在了工作上，公司的培训出差我都来者不拒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到了约定去领离婚证的那天，我提前跟公司请了假，早早就等在民政局门口。与我的积极相比，陈燕明显情绪低沉。我们就非离不可吗？她问。我已经问过学校了，租的房子也能有学位，我们到时候再租个房子不就行了？你为石磨就非要揪着这点小事不放？陈燕，你到现在都觉得这是小事，在你眼里只有你父母的事算大事是吧？我冷笑一声，难道不是吗？好好沟通就能解决的事，我不明白为石磨你非要闹离婚。他皱眉不解道，你还好意跟我说沟通？每当我鼓起勇气告诉你我的难过，我的介意时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总翻那些旧账有意思吗？我不嫖不赌不打老婆，每天下班按时回家，还给你生活费，比大多数人强多了。你就是不知足。他越说越自豪，说到最后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。我们之间最主要的问题是，你从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家放在第一位。我哪没有？他反驳道。我讥笑一声，每一次我在跟你说事实，想得到你的安抚。你呢？你第一时间是反驳，是争对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想跟你沟通的原因。说到最后，我几乎吼出来，心里却轻松许多。这些话我一直想跟他说，可每次刚开个头，就被他不耐烦地打断。事情憋在我心里，越想越难受。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他为石磨就能置身事外。我只是觉得离我父母太远，很多时候照顾不了他们，我心里内疚，就想着平时能多弥补一点。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难处呢？他痛苦地揪着头发。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忽然内心连一点情绪也没有了。陈燕心里一直觉得，不能在他父母跟前尽孝，就尽量用金钱弥补。我理解，他回去看不到我和女儿受委屈了，让我们忍我也能理解。可这份愧疚越来越重，以至于他对他父母的话言听计从，却还奢望我理解。凭什么呢？你的愧疚，你的难处，我理解，但是这跟我和女儿无关。以后你爱怎么做都是你自己的事，这样不是很好？我平静问道。好，你铁了心要跟我离婚是吧？对。他重重拉开门，率先走进民政局。我毫不犹豫紧跟其后。出来的时候，看着2个红本本，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上车前他问，我还能去看女儿吗？当然，你毕竟是孩子的爸爸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这话不是骗他。我们毕竟还有个孩子，做不到那些情侣间的老死不相往来。那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告诉我，毕竟你一个女人很多事也不方便。分开了，他又恢复到了以往的体贴，仿佛我们中间并不存在这几年的矛盾。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他大概早就忘了。这2年我跟他分享有趣的事，他总是一脸不耐。家里水管堵了，我喊他帮忙，他瘫在沙发上刷手机。
连眼皮都不抬一下，喊得急了。他就冷冷地说，这点小事你自己解决不了吗？后来，我学会了自己通下水道，一个人辅导孩子作业，也习惯了凌晨3点，一个人抱着发烧的孩子在医院挂号打针。车来了，我先走了。我擦掉眼泪，快步上了网约车。我们确实该分开了。在我感冒咳嗽，我从他眼里看到的不是心疼，是嫌弃的时候，在我跟他吵架，他开始不哄我。第二天当无事发生的时候，在我一次一次忍受他妈的刁难，他只会让我忍的时候，我就在想着离开了。只是我们还有感情，还有孩子，所以我选择假装原谅。失望如沙，层层堆积，终成危塔，只需一阵风，便轰然倾塌，连余烬都不剩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去爬山，看早上5点的日出，去跑马拉松，去蹦极，去尝试一切我想尝试的东西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生活不止一个活法，没有数不清的家务，不用考虑另一个家庭的种种琐事。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。当初我就是我们班里专业上拔尖的，后来看见当初的同学升职加薪，内心还很是唏嘘不已。工作努力的结果是，领导很快就给我升职加薪。陈燕也偶尔来看女儿，给她买些零食玩具，我也没拒绝。不经意间一瞥，她似乎沧桑许多，得偿所愿接了她爸妈来身边，弥补了兄弟多年照顾老人的情分。他应该开心才是，不知道魏石魔会是这副模样。所幸也跟我无关了，工资涨了，相应的我也更忙了，经常下班都晚上11、2点。工作上的辛苦不算什么，但是女儿经常见不到我，整个人看起来可怜巴巴的。我再一次怀疑，我因为工作牺牲掉陪伴女儿的时间值得吗？可要是找份清闲的工作，我手上的钱又不够买套房，那他2年后上小学真的要租房子吗？我陷入纠结中。我妈知道后，主动把孩子接过去照顾，又给女儿买了一只她心心念念很久的小狗。收到这个礼物，女儿的情绪肉眼可见地高兴起来。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的小伙伴，从幼稚园回来也会跟外公一起去社区遛小狗。经常我下班回去后，孩子都已经熟睡，周末也不再亦步亦趋地跟着我，满心都是他的小狗。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陈燕来见女儿的时候，我直接让她去我爸妈家。她得知缘由后，主动提出可以让他妈帮忙照顾。明轩也在这上学，2个孩子也有个伴。我没同意。他弟弟家的孩子从小就被爷爷奶奶惯成了小霸王。过年我们回去的时候，他不光抢女儿的零食玩具，还动手推她。我跟弟妹说，婆婆还护着，说小孩子就是这样才不受欺负。这种环境，我是疯了才会把女儿送过去。再说了，女儿在我爸妈家待得挺好的，我又何必瞎折腾。下班的早我就会去我妈家看看女儿，下班晚的话就直接回我租房这。这天，为了改一个设计稿，我们全体加班到晚上12点。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屋里东西被人动过，我瞬间头皮发麻，装着接电话又出了屋子。报警后，我跟着2个民警进了屋子，检查发现丢了一个平板，还有几样平时戴的首饰。我的大部分贵重物品都放在了我爸妈家，损失不大，可我却很不安。单身女人就是这点不好。虽然我在门口放了2双男鞋，阳台上也有男士衣物，可明显还是没有骗过那些有预谋的小偷。只是丢点东西还算好的，若是入室抢劫，我浑身一颤，有点不敢想。我联系了房东，忙不迭把东西搬去了我爸妈家。虽然早上要早起1个小时，但暂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
我这边刚收拾完，女儿病了，高烧39度，这一场的甲流来势汹汹，幼稚园大半孩子都中了招。我妈照顾孩子去了2趟医院，也感染了，咳嗽发烧轮着来了一遍。偏偏我公司专案进行到关键时候，根本走不开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给陈燕打去电话，让她去照顾孩子，我晚上回来替她。好在这次她二话没说就去了医院。女儿这场高烧反反复复，小脸烧得通红，我看得心如刀绞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遭了盗窃的事，也没有瞒过我父母，他们忧心忡忡，要不还是再找个对象吧，不然以后要是我们不在了，家里没个男人也不方便。我没吭声，心里却极为抗拒。陈燕好像也有这个想法，明里暗里的献殷勤，看我连着跑了几天医院，主动跟我说她休了年假，可以在医院照顾孩子，让我回去好好休息。她学会了做饭，还会经常给女儿带小点心讲故事。孩子是最能感知到别人的善恶的。她眨巴着小眼睛说，要是爸爸一直这么耐心就好了。我喜欢这样的爸爸。孩子爱父母是天性，这几天的照顾就足以让这种血脉相连的感情深厚起来。陈燕也说，我现在知道照顾孩子不容易，以前辛苦你了。我笑了笑，莫说什么，都过去了。那我们能不能重婚？毕竟孩子也需要爸爸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确实忙不过来。他小心翼翼说道。我瞬间警惕，不行。离婚后我才知道我之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。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无数次的争吵沟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不可能因为离个婚他就突然变好。现在面临的这些事我都可以解决，为什么非要再入泥潭？况且他以为我莫听到他妈跟他的争吵，不过是因为我这个外人不再跟前碍眼，他妈终于能把积攒的怨气一股脑撒在他身上罢了。没有我这个挡箭牌在前面顶着，陈燕离婚分到的那点钱，转眼就进了他妈的口袋。现在的陈燕饭也会做了，地也会拖了，衣服也会洗了。只有享受过的才知道之前的日子过得有多幸福。他只是想把我哄回去，继续过以前的好日子而已。我又不傻，这种日子我自己过不舒服吗？公司忙的事忙得差不多了，我跟领导申请了休假，在医院照顾女儿。等到她完全好起来，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月。看着瘦了一大圈的老妈和女儿，我心疼的不行，买了很多吃的用的回去。繁忙的工作告一段落，我抽空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了个尽兴。度过了最艰难的一阵后，生活又慢慢的好了起来。年底公司发了一大笔奖金，我在离公司不远的高档社区买了套小房子，它旁边就有一所重点小学，社区24小时配备专人巡逻，离派出所仅只隔一条马路，安全性得到了很大保证。每周找家政打扫一次卫生，找钟点工来做2顿饭，完美解决了家务问题。女儿懂事，事业顺利，我也不用去为不相干的人费神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起来。当我再一次见到陈燕，我几乎没认出来。她眼眶凹陷，脸色灰白。她和我说她现在从家里搬了出来，了解后才得知，婆婆确实把她小儿子一家都叫了过来。家里总共才3个卧室，明轩小霸王又要自己单独睡一间。陈燕息事宁人，把主卧也让了出去，自己去了外面租房住。听说她工资也降了很多，公司准备逐渐裁掉一部分人。她在这一行里已经不算年轻，最近又总是因为家里的事请假，已经被领导叫去多次谈话。陈燕确实很孝顺，哪怕闹成这样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供养着那一大家子。他妈觉得自己养大2个儿子该享福了，一天就在家等着他伺候。他弟弟一家自觉照顾老人这么多年，是大哥欠他的，所以他们也心安理得地住下。
陈燕每个月给他妈的钱还不能少，又要管一家的吃喝，包括他侄儿上学的费用，还要给女儿的抚养费，自己的房租，拖着那么大一家子人艰难前行，难怪憔悴不已。阿宁，我们还有可能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满面凄苦。我摇头。我们也曾经轰轰烈烈爱过，我为他抗拒过家里介绍的对象，他为我决定留在大城市，可我们最终败给了时间，败给了习惯。当一方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应当后，这份感情注定越来越淡。当初的决定让他对父母的愧疚愈发深沉，甚至不惜一切来弥补，而我也不想这份沉重的愧疚压我一辈子。落到现在这样，我只能说他自己也占很大问题。小学入学考试，女儿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小学，我换了辆新车，周末常载着父母和女儿出游，我们爬山看海，去见识这个世界的各种奇妙，感受四季更迭，余生很长，愿我们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